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们公司第一副总自从被诬陷职场性骚扰，从此就开门办公，不论谁路过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不仅他不关门，还号召全公司一起不关门，美其名曰透明办公，促进沟通。有次总经办小秘书找他签字，嫌楼道装修吵，进屋后随手关上门。副总跟踩到尾巴的猫一样，疼得跳了起来，一脸震惊地问他想要干什么。小秘书反问：开着门不嫌吵吗？副总表情严肃地说：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嫌吵。终于，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被董事长发现了，成功把副总树立成典型。我们觉得他这次换届接班总经理肯定稳了，结果他再次被投诉，理由很离谱：开门办公过于透明，侵犯员工隐私。副总瞬间炸了，交给我和小秘书一个任务，你俩查清楚哪个刁民想害朕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小秘书突然得此重任，很激动。他刚入职不久，眼神还残存着清澈的愚蠢。林副总，您的意思是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大内密探了？林副总愣了一下，对，你们就是我的心腹，任何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明白。那如果调查过程遇到阻碍，可以亮您的招牌吗？他尴尬地咳嗽了一声。是这样，小九，咱们属于秘密调查，不要张扬，一定要注意影响。小九点点头，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。我看他没出息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时候你还想要尚方宝剑？得来点实际的。林副总，您看这调查也需要资源是不是？您看可不可以？可以什么？餐饮票可不可以多报销一些？毕竟很多机密都是在酒桌上吐露出来的。林副总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，同意人均报销额度提到300块。下班后，我看小九没走，发现他正用飞书做人物关系图，以林副总为中心，跟公司里的人物一层层关联起来。人物备注也很有意思，跟林副总有制约关系的其他副总就备注为互为犄角之势，跟他关系不好的就备注成水火不容。我劝他别费功夫了，先填饱肚子再说，用林副总给的报销权限。我带小九去吃火锅，毕竟兵马未动，粮草得先行。火锅店里热气腾腾，我和小九点了一大桌，小九辣得满脸通红，热得解开领口的2颗扣子。杰哥，你说这2次举报会是谁呀？小九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，一边问我。我夹起一块牛肠，用力吹了吹，放入口中，随后喝了一口冰镇啤酒。这还用调查吗？其实林副总早就心里有数，只不过我们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。到底是谁举报的呀？肯定是下面的几个分公司经理了。你没听过这句话吗？你上不去就赶紧下来腾位置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我开始给小九普及职场知识。我告诉他，像我们这种公司能干上副总，已经是一些人的职业顶峰，任期一满，年龄也基本到站。如果无法再进一步，无非就是2种选择，一种是在公司里当个企业专家，继续发挥余热；另一种就是在清闲部门当个吉祥物。可一旦升上去，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未来能进集团董事会都有可能。林副总的尴尬就在于，上次被诬陷在办公室里骚扰单身未离异少妇，已痛失一次机会，这次换届再上不去，可就真要当吉祥物了。小九听完，
夸我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但是谁举报的还是没说清楚。我告诉他，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，先吃饱喝足再说。吃完饭，我看报销还剩了些额度，又给他买了香溪梅汁，他不好意思拿，但我说这个能排便，他才开心收下。我得让小九知道，跟我混肯定不会吃亏。小九提议给我们这个组合起个名字，经过一番讨论，决定叫透明调查组，意思是我们对公司的事无所不知，无论埋藏多深都逃不过我们的法眼。在消费了599元后，我们正式宣布透明调查组成立，并确立了调查方向，以公司为半径，下设的8家分公司、2个研究院、1个研发中心，外加1个配餐服务部，并无限扩大到各大供应商。坚信在我们的调查中，真相最终会水落石出。我们激动地互相握住对方的手，表示将会不离不弃，并肩作战，荣辱与共。可第2天，全公司就知道了我们正在调查内鬼。当大家都知道某件事情时，就算不说出来，也都默认它是真的。所有人都对我们很客气，俨然变成林副总的代言人。俗话说得好，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。林副总要是升上去了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；要是升不上去，难免会把怨气撒在他们头上。如果问为什么林副总的官威比总经理还大，那是因为总经理已经住院多日，据说快不行了，插手不了公司任何业务。人只要不在位，你做得再好，他也看不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排，林副总做出指示，将目标锁定在1家分公司经理身上，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他与供应商的账务往来上。分公司经理外号刘大拿，从基层做起，设计、研发等各个环节无所不会。最重要的是他才40岁，长相帅气，头发茂盛，185的身高，还单身，活脱脱的爽文男主。小九第一次见到刘大拿就被吸引住了，也难怪，爽文男主谁不爱？对于我和小九的到来，刘大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。到了机场，分公司几个副经理亲自接机。到了公司楼下，刘大拿给我拉开车门，欢迎杰总一行到访，一路辛苦了。我很享受，刚想客气2句，小九就打断了我。他看着刘大拿，两眼放光。哎呀，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，一切规格都如同林副总亲自视察，刘大拿全程陪同，亲自介绍。幸亏我技术出身，问了些关键问题，才显得不那么掉价。分公司作为产值最高的公司，业务遍布整个产业链，大有独立团的架势。几天下来，我们不是在听汇报，就是去参观的路上。每次回到酒店都已经晚上10点多，我刚想睡觉，小九找我复盘，将这几天的情况进行总结。我说，这有什么好复盘的？这不是光头上的虱子，很明显吗？一个40岁的分公司经理，各方面条件极其优秀，完全是干部年轻化的代表。相比林副总50出头，按规定公司层级领导55岁之前，干部满1届就不再提拔。就算刘大拿本人毫无野心，下面的人也会推他上位，就像自动售卖机，一人升官，下面一大串人也会跟着往前挪动一格。总结下来就是，你不想进步，那我们就帮你进步。小九说，他不相信举报人是刘大拿，我让他说出理由，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突然想起什么，小九，你该不会喜欢上刘大拿了吧？小九被我这么一说，瞬间小脸通红，连忙解释说没有。也是，像刘大拿这样的
身边肯定不缺女孩子。我批评他：小九同学，你的立场不太坚定，你别忘了，咱们是带着任务来的，那也要讲事实，摆证据啊。证据当然会有。林副总不是说了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吗？可是，万一林副总判断错误呢？那可是要毁了大拿的前程啊！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小九对刘大拿从开始的刘总变成了刘哥，到现在直接称呼为大拿。我严肃地说：小九，你们相差快20岁，他上大一，你才刚出生，换做以前，他都可以当你爹了。刘大拿有没有女朋友，甚至结过婚没有，你都不知道。他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，你只是看见他长得帅，可你对他一无所知。他看你可是一清二楚。小九面露难色，有些不悦，又争辩了几句。我稍微缓了缓语气，其实刘大拿当朋友、当大哥还是很不错的，但当情人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的。再说了，咱们是来收集证据的，有证据咱们就交上去，没有证据皆大欢喜。小九看了看我，那你保证绝对不会编造证据？你放心，保证会实事求是。小九走后，我无奈地摇摇头，我怎么跟个恋爱脑做搭档呢？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本以为胜券在握，找到证据，结果却出乎意料，整个分公司的账面太过整洁，跟教科书一样。小九这花痴跟刘大拿越走越近，还经常一起出去吃饭。更让我生气的是，刘大拿出差后，小九竟然也不见了，发微信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不用想，他肯定偷偷跟刘大拿一起出差去了。我问刘大拿的办公室主任是几个人出差，办公室主任说自己也不清楚。刘总出差总是很随性，再问主任就是热情礼貌，一问三不知。无奈只能等小九他们出差回来。越想越生气，小九完全不拿我这个村长当干部，说走就走，但同时又替小九担心，怕他吃亏。像刘大拿这样阅历丰富的男人，对付一个刚毕业没2年的小姑娘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，哄得晕头转向。按照惯例，我给林副总打电话汇报工作，刻意隐瞒小九出差的事，毕竟不光彩。林副总叫我们来调查，结果工作还没开展，人就被对手勾搭走了。我尝试联系小九，可依旧一无所获。更诡异的是，刘大拿的手机也打不通了。几天后，事情有了转机，刘大拿主动给我打来电话：兄弟，不好意思，出差这几天太忙，今天我决定回来。我稍微松了口气，等小九回来后，一定要好好教育她。这小姑娘太任性了。20分钟后，刘大拿办公室主任打来同样的电话，兴奋地说：刘总刚刚给他来电话了，今天返程，他很有意思，决定返程回公司，第一时间先告诉我。我和办公室主任去接机，刘大拿一脸疲惫，看见我们又瞬间露出迷人微笑。我问刘大拿：小九怎么没有一起回来？结果他的回答让我瞬间呆住。小九没跟他在一起，而且他代表公司来视察，是没有理由一起出差的。我脑袋嗡的一声，连忙给小九打电话，依旧是忙音，一种不好的预感席卷全身。小九已经失联6天了，擅自脱岗事小，要是真有不测，可就大条了。我连忙给林副总打去电话，汇报小九失联的事。林副总听见已经失联6天后，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：阿杰，你他妈怎么搞的？这么大的事现在才汇报，我还以为他跟刘总出差了。出差？出什么差？你怎么不落实清楚？人员动态怎么不报备？
公司的规章制度是被你喂了狗了。小九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第一个脱不了干系，他可是……算了。林副总话说一半，我吓坏了，大概猜到小九的背景，忙问要不要报警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，先不要报警，你原地待命。对面挂了电话，我长出一口气，一扭头，看见刘大拿正微笑着向我走来。他这人见谁都是微笑，显得有礼貌又好相处。但此刻，我却觉得背后隐藏着天大的阴谋。小九的消失对我触动很大，情绪低落。他入职第一天，就是我带着他，一脸人畜无害的表情，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，杰哥，杰哥的叫着。看在他叫我杰哥的份上，有事我也帮他出头，替他填了不少的坑，俨然把当作妹妹对待。我试着问她几个闺蜜和同事，都说没有联系过，还反问我举报林副总的内鬼找到了吗？与此同时，对于小九的消失，刘大拿也表现出同样的关心，但他的关心在我眼里却显得客套和虚假。一天我们在饭店里，我问刘大拿结婚了吗？他笑着说自己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这几年光忙着事业了，难道就没有想着谈一个最没能力的年龄，却碰见了最想保护的人？他告诉我，他刚参加工作时很喜欢一个女孩，女孩也很喜欢他，两人谈了2、3年，见了父母。当菜还没有上桌时，女孩却问他能不能在市中心全款买套3室的房子，再给30万的彩礼。刘大拿作为独子，父母把儿子的幸福看得比天高，商量后同意先拿出30万的彩礼。当他拿着好不容易凑够的30万彩礼去找女孩求婚时，女孩却说自己怀孕了。他激动坏了，颤颤巍巍地说今后一定拼尽全力在市中心全款买房。女孩却笑着说不用了，孩子他爸会买的。刘大拿一愣，觉得女孩语气不对，小心翼翼地问孩子是谁的。女孩直言不讳地说孩子是他公司老板的，老板同意买套小户型，顺便给20万。刘大拿备受打击，发誓从今以后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。他拼了命的工作，关系户不愿意干的活他来干，难啃的客户他来啃。他跳过了同事挖的坑，撑破了领导给的小鞋，终于在所有人的妒忌中，在36岁那年成为最年轻的分公司经理。后来刘大拿再次遇见那个女孩，他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开了一家小店，眼角多了好多皱纹，头上也多了几缕青丝。旧情人相见，总是不知该如何开口，但只要开口，就是解开谜底的时刻。孩子很喜欢刘大拿，见到他就往怀里钻。女孩说那年他连洗脚妹都不如，好赌的爸，重病的妈，斗殴的弟弟和破碎的他。他无奈之下才屈身于垂涎他美色已久的老板。后来老板腻了，给了点钱，结束了这段关系。刘大拿听后心如刀绞，全身颤抖。随后女孩又开玩笑地说幸亏当年没有嫁给他，不然10年20年甚至永远都无法翻身。女孩欣慰地说现在看见他如此成功，由衷的高兴。他现在过得很好，父亲还清债务，母亲病好了，连弟弟都改邪归正，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店，时间灵活，还能照顾孩子。刘大拿强忍着眼泪，也替女孩高兴。分别时，他祝女孩越过越好，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其实刘大拿知道女孩过得不好，他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。他以前不善于撒谎，现在更不善于，可惜当年他太幼稚了。我听后唏嘘不已。刘大拿说
他到现在都还匿名给他们母子打钱，用来弥补当年的无能为力。你尽力了。我拍了拍刘大拿的肩膀，刘大拿把酒一饮而尽。我知道小九喜欢我，也明确告诉他我们不合适。他单纯的像个小白兔，我不忍心伤害他。那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连忙问道。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敢发誓，要是我对他做过什么，全家死光。刘大拿站起来，伸出3根手指，大声嚷道：他喝多了。我连忙把他按回座位上。我相信你，没有最好。我一直把小九当妹妹看待，我也不想她受到伤害。阿杰，你放心，只要一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出了饭店，我有些释然，对刘大拿的好感也悄然而生。可能真的误会了他，毕竟他这个年龄干上这个职位，是谁都会眼红。现在基本判定小九不是失联，8成是失恋了，找个地方独自伤感去了。小九还是没有现身。我出差的日期也到了，返程时，刘大拿举行了2场高规格的欢送宴，前半场中层以上参加，代表分公司为我送行；后半场，他把我拉到一个私人会所，说要共议我的远大前途。车上，刘大拿对我说：阿杰，我看人一向很准，你抱负满满，却总与机会失之交臂。我想了想，自己自从被提拔到公司部门经理，一干就是好多年，连原来的副经理都提拔上去了，自己依旧原地踏步，搞到现在踌躇满志。可能我太年轻，还需要历练。我客套地说。刘大拿哈哈大笑：老弟，骗自己可以，可不能骗兄弟啊。他继续说：机会都是自己争取的，必须主动出击。刚好我这里就有一个机会。我眼睛一亮，但又不能表现得太刻意，淡淡地问：什么机会？他也不卖关子，直截了当地说：现在公司上下都面临换届，我下面的副经理老刘快退休了，你如果愿意，不如主动请缨到我这里挂个副经理的职务，先占个位置，也不耽误任职其他岗位。我一想也是，升迁无望，下去挂职倒是一个迂回晋升的好办法。我说，我考虑一下。刘大拿叫我抓紧时间，机会都是在考虑中流失的，到时候公司派下来一个副经理，后悔药都没得吃。他在策反我，让我脱离林副总，跟他一路，但我又极其心动。车钻进小巷里，7拐8拐到了会所。一进屋，刘大拿就热情地介绍他那些所谓的朋友：王总，东华实业公司老总，咱们分公司忠诚的合作伙伴；赵总，新善人力资源老总，咱们分公司忠诚的合作伙伴；刘总，百期财务公司老总，咱们分公司忠诚的合作伙伴。一圈老总介绍下来，都是合作伙伴，而且还是最忠诚的。酒过3巡，开始聊到正题。刘大拿微醺，搂着我的肩膀，指着那几位老总：老弟，你看见了吗？什么叫甲乙方鱼水情？这就是鱼水情啊！没有他们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刘大拿告诉我，他之所以年纪轻轻就能爬上来，全靠供应商给面子。他和林副总不同，他是实干派，从底层一层层干上来的。他第一眼看见我，就觉得我和他是同道中人，如果能强强联合，绝对所向披靡。刘大拿说得很诚恳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阿杰，你想想，你来我分公司当副经理，等我这次换届当上副总经理，你想想谁会接我的位置？我问。谁？他用手指头点在我的胸口上。你呀，我未来的分公司总经理，你将会是整个集团最年轻的经理，掌管1年近100亿的营收产值。你想想，
你的所有理想将会实现，你的抱负将会释放，你的热血和青春将在那时展现出实体形态。这是林副总给不了你的。我的心脏狂跳不已，这次我真的心动了。刘大拿继续说，是当个封疆大吏，撑起一片市场，还是在朝廷当个末端的部门经理，看着前面黑压压的屁股排队上车。刘大拿很会拿捏人，我竟然被他完全拿捏住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刘哥你尽管吩咐。我酒精上头，问道。刘大拿笑了，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给我讲了个故事。他说，公司里的内部斗争其实跟在外打商战一样，不需要做空对手，也不需要价格竞争，伤敌800，必定会自损1000。他说，有一年，他们投巨资做电影 IP 周边，信心满满的推出了一款系列香水，可各种营销手段都用了，就是干不过对手的经典款。他调研时，看着对手柜台，气得牙痒痒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叫人偷偷将对手的经典款香水喷在各大商场的卫生间里，然后雇水军在个上发帖说，某某家香水跟商场厕所一个味，果然是经典款。一来二去，对手的经典款莫名其妙地翻车了，谁都不想买跟厕所香味道一样的香水，后来直接被戏称为厕所香水。我听完故事恍然大悟，所以总是有人认为自己出淤泥而不染，可脏水泼多了，自然就有人信了。刘大拿继续说，老话说得好，为什么脏水光泼你，不泼别人？你是不是真有问题？我好奇地问道。所以上2次举报林副总都是你做的？刘大拿眯起眼睛看着我，表情严肃，不是我做的，是我们做的，是任何一个想上位的人做的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果然林副总猜的没错，不知道是包厢冷气开得太足，我的后背凉飕飕的。要是有一天我跟刘大拿也成了竞争对手，他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？但从目前来看，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刘大拿好像看出我的顾虑，拎着酒瓶站了起来，叫大家安静。大家都跟我有些年头了，都知道我的为人。我可为兄弟2肋插刀，但绝对不会插兄弟2刀。今后阿杰就是我刘大拿的兄弟，谁让他难堪，就是让我难堪。到时候鱼死网破，可别怪我。刘大拿说完，掂起半瓶白酒，吹了个干净，满满江湖气。回到公司，见到林副总，他正悠闲地享受刚买的音响。我给他汇报了对刘大拿公司的调查情况。林副总全程没说话，而是认真地看着我，看得我直发毛。毕竟这一趟出差，把小九弄丢了不说，自己也快叛变了，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对，一点问题都查不出来。行，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。出了办公室，我长出一口气，但愿他能放过刘大拿，我也可以顺利下去任职。经过这件事，林副总好像静音了，再也不谈自己被投诉的事。我感觉他是彻底放弃调查的念头，等尘埃落定，听之任之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到任职期满就乖乖当个吉祥物，可不出意外就会出现意外，甚至是故事的转折点。几天后，传闻总经理去世，这劲爆的消息不亚于皇帝驾崩，总经理的位置空缺出来，很多业务要重新调整。董事会决定提前1年进行换届竞选，一时间大家措手不及，打得措手不及。林副总突然活跃起来，开始四处拉拢和招安各方势力。他有自己的算盘，等成功上任，原先的位置肯定会空出来。在组建班子成员上，他有一定的话语权，
也有了合适的人选，但这个人选偏偏不会是刘大拿。原因很简单，他看不起从基层上来的刘大拿，更是扬言他刘大拿什么档次，还想跟我一个级别。此刻刘大拿也意识到机会提前了，他找到我说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他交给我一个 U 盘，里面放着林副总这几年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公司资源的证据。阿杰，前面诬陷林副总也好，投诉林副总也罢，都是开胃小菜，不足以致命。现在 U 盘里的证据足以让林副总彻底翻车，还有可能进去。我问刘大拿，证据可靠吗？刘大拿点点头，我花了3年的时间才整理好的，证据充分，绝对保真。我看着 U 盘，大脑开始疯狂运转。刘大拿之所以让我给集团交上去，是对我的考验，不交，证明跟他不是一条心。等他真上位了，肯定会找我算账，交了就等于是投名状，彻底选择站队。万一他不成功，我也跟着遭殃。我有些犹豫，问他，这个 U 盘我什么时候交上去？刘大拿的回答让我暂时松了口气。他说，先不着急，等他消息。林副总的竞聘流程走得相当顺利，在几个竞选者中，他毫无疑问总分最高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次他一定当选，但他依旧以副总姿态自居。看来他是充分吸取了上次太高调的教训。周一，公司开始对林副总的任命进行正式公示，为期5天，结局已定，所有人开始选择重新站队。此时我却越发不安起来，刘大拿到现在竟然毫无动作，甚至还跑出去考察项目。周二，我试着拨打刘大拿的电话，无人接听。周三，我坐不住了，林总散会时特意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似乎又说了什么。周四，林总的办公室都快踏破了，公司各个头头脑脑都来道喜，甚至还有人带话说，董事长让他站好副总的最后一班岗，等下周必定会是崭新的职业生涯。公事来到周五，刘大拿依旧没有任何指示，看来他也犹豫了。我想去林总办公室表个忠心，只要不计前嫌，必定马首是瞻。可林副总却没有见我，还让秘书传话说让我做好自己。这话说得云里雾里，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快下班时，看着外面的乌云黑压压的，好像要下雨，我也懒得琢磨，爱怎么样怎么样吧，大不了以后躺平。于是收拾东西提前下班。刚到停车场时，突然手机提示音响个不停，微信群跟炸了锅似的，一波一波的消息跟刷屏一样。我想翻看前面说的什么，结果新的消息又弹了出来。这时我的电话响起，刚接通另一个电话又打了进来，紧接着另一部手机也响了起来。我终于接通了其中一个，对面说了些什么，我才明白，林副总爆雷了。17点25分，林副总被警察带走，有人举报他利用职务之便，将部分业务转包给他小舅子名下的公司，而且那家公司有巨额偷税漏税的嫌疑。据我了解，他小舅子确实有家公司，虽然不知道与我们公司有何具体关联，但我清楚，随着林副总的权限越来越大，他小舅子的公司就越做越大。手机再次响起邮件提醒，集团决定暂停林副总的职务，由另一位想上位的副总暂时接管。这次调查结果不论真假，林副总彻底洗不白了。我突然想起前几日马桶推销员对我说，即便是光滑的陶瓷釉面，时间长了也会沾上污渍。此时
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，这局势变化太快，让人措手不及。突然，我脑子跟过电一样，想起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证据在我手里，而且我也没有交上去。到底是谁举报的？难道是刘大拿？不可能，他不会冒险做这种事情。难道是他安排其他人？也不可能。他说过我才是举报的最佳人选。我感觉自己好像被骗了。就在我愣神时，刘大拿突然开车出现在地下停车场，我很诧异。此刻他应该在2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出差。刘大拿下车后，做出胜利者的姿态，他一直没走，而是留在公司时刻观察动态。我连忙问出自己的疑问：大拿，举报材料在我手里，而且你也没有让我交上去，到底是谁举报的林副总？刘大拿笑说：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手里有林副总的举报材料，不论谁举报都会认为是你安排的。我彻底傻了，同时也生出一股无名火。突然明白那天晚上他口中的投名状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那天不论我接不接 U 盘，只要他当着大家的面来找我，就等于宣布我是他的人了。然后他再让所有人知道我手里有证据，至于我们说过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等我当上分公司副经理，就等于坐实是我举报的林副总。我不是想当老好人，而是挡不住悠悠之口，落个背信弃义的名声。职场就是这么奇怪，为了正义举报是没错的，但你举报的行为却可能是错的。我想明白自己被他摆了一道后，破口大骂，骂他奸诈狡猾。刘大拿却一点都不生气，反过来还安慰我说：阿杰，职场如商场，你不能一个人乘风破浪，总要上一条船的。至于哪条船会沉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但从目前来看，我这条船不会沉，还有越画越快的趋势。所以，在你犹豫该上哪条船时，我这个当哥哥的就替你做主了。但是你不要谢我，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？哈哈哈！我气得脑袋都要炸了，但嘴上又说不出来什么。刘大拿拉开自己的车门，比划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我亲爱的阿杰副经理，请上船。几天后，林副总提前退休，他走得很仓促，连面都没有露。没有人知道调查结果是怎么样的，但他彻底失败是不争的事实。大瓜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一切又恢复平静，大家该干啥的干啥，该摸鱼的摸鱼。半个月后，那个一直跟林副总竞争的副总成功接替总经理职务，随后对空出来的副总经理岗位开始竞聘。刘大拿年轻力强，经验丰富，业绩突出，呼声最高。我也拉拢了一批人在后面给他摇旗呐喊。竞聘刚开始，结果好像就已经落定。就在我们等待公示的时候，一个女人出现了，正是消失了好久的小九同学。我看见小九激动坏了，问她这段时间去哪了，让人担心死了。小九问我担心什么？是担心他，还是担心我那个分公司副经理的位置？我说你是我兄弟，最担心的是你的个人安危。小九笑了笑，也不跟我继续废话，拉开车门叫我上船。我跟过电一样，这句话似曾相识，再熟悉不过了。上了车，小九把我拉到老远。我问小九去哪，小九也不回话，只是一个劲的踩油门。半个小时后，小九才把车停在了一家茶叶店对面。我一头雾水，问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小九终于开口了：你看对面的茶叶店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是一家不大不小的茶叶店。门口的遮阳棚下面，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。不一会，
店里走出一个中年女人，端着一盘削好的水果放在桌子上。男孩抬起头笑着看着女人，女人则慈祥地摸着男孩的头，好一幅祥和的画面。看出什么来了吗？小九问。什么？我满脑子问号。母慈子孝，不对，再看，看细节，看面相。小九再次提醒我，我又认真看了看，尖叫一声，这小男孩长得也太像刘大拿了。小九对我的反应很满意，说不是像，这根本就是刘大拿的儿子。我问他有什么证据，小九说，去刘大拿公司调研时发现，虽然他的账目做得很干净，干净的连事后合同这种普遍出现的问题都没有。要知道，刘大拿的分公司很多都是急活，但林副总卡他预算又卡得很紧，没有报批和走流程，林副总绝对不会同意他开工。刘大拿为了出成绩，在工期和预算之间，他选择先干活后签合同，所以他说自己能有今天的位置，全是靠忠诚的供应商支持。小九就假装跟刘大拿套近乎，表现出小迷妹的样子，趁机接触他手下的供应商。一来二去，知道刘大拿有个私生子，而且他初恋开个茶叶店也是为了吃回扣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刘大拿那天说他当上经理后时不时会打钱给初恋，原来是这种打法。我问小九，你怎么就确认那小男孩就是刘大拿的孩子？小九微微一笑，说他买茶叶时摸了摸小男孩的头，顺便捋掉几根头发，然后他又从刘大拿的帽子上拿了几根头发去做了 DNA 对比，结果果然是亲生的。我愣了，小九看着人畜无害，竟然还有这种手段，那这有什么关系？或者说你想说什么？即使你查清楚刘大拿吃供应商的回扣，那现在林副总也退休了，一切都晚了呀。小九微微一笑，晚，好瓜不怕晚。我颤颤巍巍地问他想干什么，小九一脸认真地看着我。其实刘大拿的这艘船也很快就要沉了，你要举报他。我反应过来，我可没说是你说的。我脑子一片混乱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小九眼中早已没有了清澈的愚蠢，而是表现出久经沙场的城府和老练。在胆战心惊中，刘大拿的公司副总经理的任命进入了公示期，而我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熬，甚至比林副总公示的时候还要难熬。刘大拿见我坐立不安，还反过来安慰我说，让我别担心。那句话说的没错，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依旧是周五下午，刘大拿也爆雷了，有人举报刘大拿利用职务之便吃供应商的回扣，数额巨大。紧接着我的电话响起，是刘大拿打来的，还没有等我开口，他那边先爆粗口了。阿杰，祸不及妻儿，你为什么要举报我？我愣了，连忙解释说没有啊。他不信，继续爆粗口。那你去我初恋的茶叶店干什么？还坐在车里观察，你是何居心？我彻底傻了，也彻底明白一件事，有些事不管是不是你做的，只要出事，你就是第一嫌疑人。而我也陷入了一个漩涡里，变成一个泥鳅，成为一个搅局者。果不其然，刘大拿被停职调查了，而他的工作被他下面那个快退休的副经理接替。这下好了，一切似乎都变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，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刘大拿干掉了一直制约他工作的林副总，林副总也如愿没能让刘大拿当上副总经理。一直跟林副总存在竞争关系的副总经理如愿当上了总经理，那个被刘大拿嫌弃年龄大的分公司副经理
在退休之前如愿当上了经理的职务，中层干部也很满意。3年河东，3年河西，以前不受待见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翻身了。最满意的还是董事会，除掉了毒瘤，稳定了队伍。尘埃落定后，我成为公司里最大的闲人。我无心去翻查到底谁举报了谁，谁和谁有什么恩怨，谁的后面又有什么人。现在只想在这个纷纷扰扰的职场中安稳躺平。都说借刀杀人，可我这把刀都不知道杀了谁。拿刀之人无错，全是刀的错。1个月后，我正在楼下咖啡店摸鱼，女友小九突然坐在我的对面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游戏都结束了，你来找我干什么？”小九眨巴着大眼睛，又恢复了以前的单纯。但游戏需要一个最大的赢家呀。什么意思？你想不想当公司的副总经理？就是林副总那个位置，我当副总经理，你那个当董事长的爹能同意吗？你答应帮忙他除掉林副总和刘大拿时，就等于已经交了投名状了。我有些担心，我能力不行，难当此大任。这有什么？副总不会当，吉祥物总会当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